朋友们，关于内观的诸多方法和好处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了，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呢，在遇到需要内观的具体情境时，还是不能熟练地运用它。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实战的角度出发，来和大家一起实操一下，看看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到底应该怎么去运用自己觉知的力量，用内观去化解我们的负面情绪和自动化反应。首先，我还是要再重申和强调一点，任何情绪的出现呢，都不要怀疑，在它背后一定藏着一个念头，你当前的这个情绪，一定是由那个特定的思维活动的发生而导致的。而这种对三维世界里各种虚像的思维评判机制呢，就是你的业力，就是你的习性，就是你的自动化反应机制。而我们所说的内观，就是对这种自动化反应机制的一种深刻的自我观察。内观就是让你时刻保持临在，时刻保持完整意识的最有效的心法。好，现在我们一起进入一个场景，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会经常担心自己的健康，总是害怕自己患上绝症。比如一看到任何相关的信息和报道，或者听到任何人患上绝症的消息，都会转化为自己深深的焦虑和恐惧，然后就开始各种担心自己会不会将来也患上这种不治之症。那我们就来针对着这种恐惧的负面情绪，把自己放在第一视角看看，每当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面对呢？首先，我要先允许和接受自己又一次的因为某个外界环境的刺激而变得焦虑和恐惧了。我要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的错，这只是刻在我基因深处的记忆，我并不需要去挖掘最深的、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和必要。这就是我此生需要面对的功课而已。出题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同时我也不用去纠结和评判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更不要因此而批判和否定自己。就像有些人一生下来身体就有缺陷，如果他不接受这个现实，选择对抗和排斥，那么他就会注定在痛苦当中挣扎一生。所以我允许和接纳这一切的发生，这当然也包括了因为一件小事而引发的我的这种恐惧和焦虑的负面情绪。这就是正在让自己升起对自己的一颗慈悲心。好，当我们看待它的维度和视角发生了转变以后，我们就要正式地进入到内观的第一步了，那就是看见和识别当下正在升起的这种负面情绪。什么叫识别呢？至少你要可以把它的名字给说出来，比如焦虑、恐惧、烦躁、抑郁、伤心、愤怒、自卑、沮丧、嫉妒、紧张、低落、尴尬、寂寞、无聊、空虚、迷茫等等等。在大部分的时候，你的情绪基本上都不会超出这些范畴。无论如何正确地识别出当下正在困扰你的情绪的名字，这都是最基本的，是你必须要完成的内观的第一步。因为当你可以看见它，并且能够准确地叫出它的名字，这就是你从它当中剥离出来的最关键的行动。当然了，这必须要建立在你对当下一切的真实发生都保持一定的警觉心以及拥有足够定力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例上来。当我觉察到了我的负面情绪，这时候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在允许和接纳之下，看见负面情绪的到来，并且准确地说出它的名字。很显然，在这个案例里，试图驱动我的负面情绪就是恐惧和焦虑。我可以告诉自己，好的，我又一次地开始恐惧，开始害怕了，开始担心焦虑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允许我害怕，我允许我焦虑，我看见你们了，
并且我允许你们的存在。就是仅仅依靠这样做，你就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内观的前2步，看见和接纳。一定要注意，在全部的过程当中，请不要进行任何的思考、分析和评判。你要做的仅仅只是看见和识别。切记一定不要使用你的大脑思维还有认知，你完全不需要它们。相反，他们此刻就是让你沦陷为无意识，让你失去当下的钩子。事实上，完成你前面的工作根本就不会涉及到你的头脑，完成这些的是你自己的意识，也就是那个藏在头脑背后真正的你。紧接着，当你完成了前面的工作以后，我们就要进入接下来的工作了，那就是发现情绪背后的思维活动，也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注意，到了这一步，有一个前提就变得尤为重要，那就是坦诚。这里并不是说你要对别人坦诚，而是说你要对自己完全的以诚相待。你要去直面自己的任何念头，无论这个念头平时在你的习惯和认知之下，它是怎么被定义和评判的，现在都不再存在这个定义和评判了。它们此刻就是单纯的念头，没有善恶，没有好坏，而你需要的就是要找到它们，就像识别你的情绪一样，把它们读出来。这就是觉照你内在念头的过程，这就是用觉知之光照亮黑暗的过程。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案例当中，我觉察到了我的恐惧情绪，我并没有对它进行任何的评判，而是抛弃头脑，用意识之光看见，并且允许了我的恐惧的存在。然后我选择了主动的在我自己完整的意识之下，直面我此刻隐藏在恐惧背后的念头。此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第三视角当中了，我看见了藏在恐惧背后的我的真实想法，那就是我不断重复地幻想着存在于我认知和记忆当中的得了绝症以后的种种景象和后果，比如无法忍受的疼痛，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崩溃，不得不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痛苦，和爱人、孩子、亲人的分别等等。这些就是我恐惧背后的东西。没错，就是这些念头在一直折磨我，让我陷入到焦虑不安和恐惧的负面情绪当中。到这里，你已经又完成了重要的一步，审视自己的起心动念。你已经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了自己头脑的观察者。相信我，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它代表了你和你的思维和你的小我的剥离，它代表了你自由意志的降临。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工作进行到这里仍然没有出现过任何头脑的评判？为什么呢？因为全程当中我们都未曾使用过我们的大脑。那么在接下来呢？当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情绪背后的念头以后，我们还要做什么呢？那就是不评判、不介入，耐心地继续的自我观察。现在你要开始观察你的这些念头和想法，通常都会在哪些情景之下被触发，由此而产生，并且开始循环。这就是观察自己的自动化反应模式，或者说惯性模式。这就是你需要化解的业力，这就是你的功课。记住，你仍然只是默默的、安静的观察，中间没有任何的来自头脑的思考和评判，因为你此时已经不再是你的大脑，而变成了你的观察对象。有没有发现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此时竟然又出现了一个你，这个你的出现代表了你无意识的结束，代表了你在此刻完成了对本体的回归。再回到这个案例当中来，此时我继续安静地观察着我的念头。我观察到，我几乎在每一次听到有亲人朋友身患绝症的消息之后，就自动地触发了我的头脑对于得了绝症之后的种种影响，恐惧就此产生。
这就是那个试图主导我的小我启动的其中一个自动化开关。而通过深刻的自我观察，我发现了我的这个自动化反应机制，其实还不仅仅局限于听到关于绝症的消息以后才会触发对于结果的恐惧。我发现，其实我还会对于很多不同的信息和条件的变化都做出相同的反应，那就是我会在头脑里瞬间对一个最坏最糟糕的结果直接展开联想，并且把自己想象成为那个受害者，想象成这些结果的承受者。于是我就会立刻陷入到不安、焦虑和恐惧当中。这就是我的机械化思维反应模式。当我看到它的这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光明的降临，然后我对自己说：好的。我看到自己又一次或者即将要进行这种无意识的反应了，但是随着我的看见，这些反应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并且我知道，今后我会在每一个类似的场景之下，每一个重大或者细小的无常发生之时，都时刻拎起觉知，时刻保持着对头脑思维的警觉，时刻觉察着我的反应机制有没有再次的被触发，从而开始自动地展开联想。到此，我们在负面情绪袭来以后的自我观察部分的工作呢，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在此时，如果你真诚不欺地完成了前面的所有步骤，那么我相信，刚才还在汹涌流动的负面能量，此刻应该已经化解掉了一大部分。就是这么神奇，这就是内观的心法，这就是觉知的力量。你不认同于念头，念头就无法控制你，拿你没办法。真相就是如此的简单。你并不是一定要让一切都在你的认知之下做出一个思考分析，以及得出最终的评判结果。你觉得这样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这样你才安心。但是你错了，这只是头脑的解决方案，这是三维的二元对立的解决方案，它永远也无法解决你内在的问题，它永远也无法化解掉你内在的负面能量。而我们以上所完成的这些内在的工作，并没有对负面能量直接去做什么，而只是用我们的觉知功能，在我们的内在创造出了一个安静祥和的空间。而就是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我们的业力，我们长期以来积压和流动的负面能量，它们自己发生了神奇的转化。这就像是你并没有在黑暗的房间里去对抗、驱赶黑暗，而只是默默地点亮了一支蜡烛。那有人可能会问了，到了这一步，我们化解负面情绪的全部工作，是不是就都完成了呢？是的，可以说你的确是完成了一大部分，但是此刻你还是应该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把你的感觉拉回到你的身体之上，把你的自由意志牢牢地和你的身体绑定在一起，绑定在当下。你可以让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全然专注地做几次深呼吸，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你的呼吸的过程当中。此时你已经与你的身体同在了，你完完全全地安住在了当下。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你刚刚又战胜了一次你的负面情绪，用你的觉知又一次地化解了你的自动化反应。接下来去继续全然专注地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吧，工作也好，恋爱也好，陪孩子也好，去玩也好，总之以一个真正的自由之身去享受你的生命吧。虽然你随后仍然会面对无数次的各种各样的自动化反应，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但是这又有什么好值得担心的呢？我们接纳和允许它们的发生，但是它们将不再能控制你、驱动你和折磨你，因为你已经掌握了化解它们的法宝，那就是你的觉知。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今天的这一个例子做到举一反三，然后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无数的大事小事，
甚至是细微的环境变化发生以后所引发的负面情绪之中，进行真正的实修，去不断的实践和验证，更好的回归那个真正的自己。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当大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在生活当中的自我观察以后，在很多负面情绪袭来的当下，反复进行了内观的训练和实践以后，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这个实战当中所讲到的看似非常多，让你觉得工作量非常大，甚至很有压力的步骤和内容，其实你已经可以在一个很短的瞬间就能全部完成。这就意味着，你的觉知力和临在当下的意识能量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然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你不能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你必须踏踏实实的下功夫，做到一次又一次的永不退转的真正的在世上练。只有这样，神奇的转化才会自然的发生。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